朋友们，你是否正为自己越来越圆润的肚腩而烦恼？低头看不见脚尖，大腹便便的感觉让人懊恼不已。日常生活中，各种与肚腩相关的尴尬事更是层出不穷。有些男士戏称自己突出的肚子是啤酒肚，女士们则苦恼腰间那圈游泳圈怎么也减不掉。拍照的时候总习惯性的缩紧小腹，侧身站在人后面，坐下时发现腹部不由自主撑开了裤链，甚至跑几步路就觉得肚子在颤悠，真是窘态百出。面对恼人的肚腩，许多人不禁暗自叹气，难道我的大肚腩真的没救了吗？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工作久坐，应酬美食，一顿接一顿，小肚腩渐渐变成大肚腩。衣柜里的裤腰一年比一年紧，照镜子时总想着，难道我的大肚腩没救了吗？别急，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角，也许就是你苦寻已久的救星——生姜配鸡蛋。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一种厨房常见的食材搭配，居然号称能让你1个月消掉大肚腩，实在是神奇。这个大肚腩救星真的有这么神吗？还是说只是网络流传的另一个减肥迷思？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生姜搭配鸡蛋的神奇效果，看看它如何在1个月内帮助你对抗顽固的大肚腩。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说法的来历。近年来，在网络上流传着许多瘦身偏方，其中生姜加鸡蛋1个月消灭大肚腩格外引人注目。从2022年开始，不少视频和文章以惊人的标题宣称，只要每天喝1碗生姜鸡蛋汤，1个月就能让腰围明显缩小。如果你稍微关注养生资讯，可能也在朋友圈刷到过类似内容。这个秘方据说来自民间智慧，有人甚至说是80岁老奶奶传下的秘制食谱。冬天容易囤积脂肪的时节里，这碗汤不仅暖身，还能让身材保持苗条。听到这里，你可能将信将疑，真的有这么简单吗？难道不需要节食，不需要狂跑健身房，只靠厨房里的姜和蛋就能甩掉肚子上的游泳圈？带着这个疑问，我们一起来拆解其中的奥秘。要了解生姜鸡蛋是否真有奇效，我们得先搞清楚大肚腩到底是怎么回事。大肚腩其实就是腹部堆积的脂肪，有人脂肪主要堆在臀腿，有人偏偏爱囤在肚子上。肚子胖起来不仅外形困扰，更暗藏健康隐患。腹部脂肪其实有2类，一种是皮下脂肪，就是你能用手捏起来的肚皮软肉；另一种是内脏脂肪，藏在腹腔深处裹着器官。后者超标时危害尤其大，不仅让肚子硬硬凸起，典型的啤酒肚，还严重影响心血管和代谢健康。特别是肚子深处的内脏脂肪过多时，可能提高罹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风险。可以说，大肚腩不仅影响美观，更可能是健康的警讯。然而，腹部脂肪也是出了名的顽固派，许多人瘦了手臂、腿部，肚子却依然明显，仿佛坚守最后阵地。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腹部是我们人体能量储存的战略要地。从进化角度看，我们的祖先在物资缺乏时期，正是靠着腹部囤积的能量渡过难关，所以我们的身体有点恋旧，很不情愿轻易动用这部分储备。另一方面，现代生活让我们久坐少动，热量过剩，肚子不胖都难。压力大、睡眠不足导致的荷尔蒙失调，例如皮质醇升高，也会特别让脂肪往腰腹部跑。此外，年龄增长也是一大因素。人过了30岁，肌肉量逐渐下降，基础代谢率每年都在减慢。如果还保持年轻时那样的饮食作息，多余的热量就特别容易堆积在腹部。男性因雄性激素作用，脂肪倾向囤积在肚子，难怪不少中年男性挺起将军肚。女性则在产后和更年期因为荷尔蒙变化，腹部也常成为脂肪重点关照对象。结果就是肚腩常常顽强到最后才肯缩小，让减肥的人士倍感挫折。既然大肚腩这么难对付，人们当然绞尽脑汁找方法。运动、节食是老生常谈，但对很多人而言，坚持太难。跑步跑到膝盖痛，节食饿到头昏眼花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些人甚至会病急乱投医，相信一些看似神奇的偏方，例如什么苹果加姜配醋专治大肚腩啦，喝冬瓜皮水刮油啦，种类五花八门。此外，市面上也充斥着各种减肥产品，
例如什么蓝之丸、纤体茶、甩脂鸡、瘦身腰带等等，广告吹得神乎其神，真用起来不是没效果，就是副作用一堆。许多人折腾一圈，钱包瘦了，肚腩却没瘦，实在让人泄气。就在这时，生姜配鸡蛋减肚腩的传说出现了。想象一下，当你在冬日里贪恋火锅烤肉，体重蹭蹭上涨的时候，一位长辈拍拍你的肚子说：孩子，别愁，我有个秘方，拿块生姜煮汤，打2颗鸡蛋下去喝，1个月包你肚子小一圈。你半信半疑的照做，结果1个月后发现裤腰真的松了一截。这情节听起来像不像神话？但正是这种有图有真相的故事，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让无数饱受肚腩困扰的人看到了一线希望。那么这个传奇的生姜鸡蛋减肥法到底怎么操作呢？我们来还原一下它的具体做法，顺便解析其中的原理。按照网传食谱，步骤其实非常简单。第一步，准备食材，取1块新鲜的生姜，大小约拇指1节，10克左右，2颗鸡蛋，再准备适量清水和一点点盐。生姜表面通常带有泥土杂质，秘方中有个妙招，用少许盐和清水一起揉洗生姜。为什么用盐水洗？因为盐有杀菌和去杂质的作用，比直接用清水洗更干净。洗干净后，把生姜削去外皮，姜皮性凉，我们要的是姜肉的温热效果。接着用刨丝器或磨泥器把生姜磨成姜泥，这一步很关键，不要嫌麻烦切片了事，磨成泥，可以最大程度释放生姜里的有效成分。当你磨姜的时候，那阵阵呛鼻的姜辣味已经在告诉你，辛辣的姜辣素正源源不绝地被释放出来。第二步，熬煮姜汤，将磨好的姜泥放入小锅，加入约500毫升的清水，约2大碗，大火煮开后，转中火继续煮10到15分钟。随着水沸腾翻滚，姜泥在锅中舞动，水也渐渐被染成淡淡的黄色，空气中弥漫着姜的芳香与辣意。这段熬煮的时间很重要，相当于把姜的精华煮出来。传统观念里，煮沸的姜汤有更强的驱寒效果。从科学角度看，姜的有效成分需要热水浸煮才能充分溶出。15分钟后，整锅水已经变成一锅姜汤底。此时我们先关火，用细漏网将锅中的姜渣滤出，只留下姜汤。在过滤时你会发现，之前磨得细碎的姜泥几乎全都溶出味道，只剩淡淡的纤维。过滤这一步不能省，因为直接喝姜泥可能呛喉咙，滤掉渣子后口感会温和许多。第三步，加入鸡蛋，接下来就是见证美食奇迹的时刻了。把2颗鸡蛋打入碗中，加1撮盐搅拌成蛋液，重新开中火，待姜汤再次煮滚，然后一手持锅，一手拿着蛋液碗，将蛋液沿着锅边慢慢淋入滚烫的姜汤中。瞬间，蛋液受到热汤冲击，形成朵朵金黄色的蛋花，在锅中绽放开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姜汁蛋花汤。轻轻搅拌几下，再让汤水翻滚片刻，让鸡蛋充分熟透，关火出锅。一碗金黄温热、散发着姜香的生姜蛋花汤就完成了。这碗汤喝起来味道如何呢？入口先是鸡蛋的嫩滑，紧接着姜的辛辣暖流在口腔和喉间荡开，喝下肚后整个胃都暖洋洋的。如果你偏好甜口，可以在汤里加1小勺红糖，顿时就变成甜辣香醇的姜汁蛋花汤。在广东，产后坐月子的妇女们常喝加红糖的姜蛋汤来补血驱寒。不过红糖毕竟是糖，想减肥的话建议少放或不放，以免摄入多余热量。习惯重口味的朋友则可以在起锅前撒上一点白胡椒粉调味，添点辛香也无妨。总之，这碗汤既有姜的热辣驱寒，又有蛋花的鲜香柔和，可谓营养与美味兼具。很多试过的人反映，冬天喝一碗浑身发热，手脚不再冰冷，而且因为有了蛋花，这碗汤也有一定的饱足感，不像单纯的姜茶那样刺激胃又缺乏营养。难怪不少人把它当作冬日宵夜或早餐来喝，既能驱走寒意，又不会堆积热量，一举两得，看似完美。不过咱们可不是仅仅满足于好喝暖身这一点，我们更关心的是，这碗生姜鸡蛋汤真的能烧掉我们腹部顽固的脂肪吗？接下来我们要把镜头拉进肚腩内部，
一探其中的科学奥秘。首先登场的是生姜，这根其貌不扬的黄棕色根茎是东方厨房里的常客，更是中医药里的明星。中医有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处方，意思是冬天吃萝卜能清火润燥，夏天吃姜则可发散祛寒，健脾开胃。古人早就发现姜有驱寒助消化的作用。对于爱肠肚腩的人来说，中医往往认为是痰湿内盛或脾胃虚寒导致代谢不良，脂肪囤积，而姜恰恰性温能驱寒除湿，促进阳气运行，仿佛给身体的小火炉添加柴薪，让原本运转迟缓的代谢重新旺盛起来。难怪民间偏方在治疗将军肚、大肚难时，常常少不了姜的身影。从现代科学看，生姜的确含有不少让人体发热的成分。你吃姜片时为何觉得辣？那辣味来自姜里的辛辣物质，主要是姜辣素 gingerol 和它加热后转化的姜酮 Shogal。姜辣素进入人体后，能激活我们体内一部分称为交感神经的系统，简单理解就是启动战斗或逃跑模式的那段管路。交感神经兴奋时，肾上腺素等激素会微量增加，使心跳稍微加快，体温升高，新陈代谢率上升。有实验数据指出，每日摄入约2克生姜粉，人体基础热量消耗可因此增加约450千卡。别小看这区区的几十千卡，长期坚持下来，累积的额外消耗也相当可观啊。研究显示，生姜的确可能刺激脂肪分解速率略有加快，不过这效果比较温和，可不是吃一片姜就能狂烧脂肪，而是需要长期持续摄入才能慢慢见效。此外，姜的辛辣气味还有助于抑制食欲。你或许有过经验，吃几片姜糖或喝半杯姜汤后，原本强烈的饥饿感有所缓解，不会再那么想大吃大喝。这正是姜特殊的香辣刺激在短时间内降低了食欲，让我们不知不觉少摄入一些热量。除了燃脂和控食欲，姜还有一项减肚、利气、消除水肿。有人体重增加和肚子突出，部分原因是体内水分滞留，形成所谓虚胖、水肿型肥胖。姜属于温热食品，吃了会让人微微冒汗，加快排尿，这就像给身体放水一样，暂时减轻水肿。当然，水分流失并不等于真正减少脂肪，但至少能让你感觉肚子没那么胀，腰围尺码可能短期小降，给减肥者一个正向鼓励。更妙的是，生姜还能帮助消化，减少胀气。不少大肚子其实有胃肠胀气的问题，吃完饭肚子鼓鼓的，全是气在撑。姜自古就是健胃整肠的良药，它能促进胃液分泌，加快肠胃蠕动，帮助食物更快消化排空。有临床研究发现，每天食用适量姜的人，消化不良的症状有所减轻，腹胀排气问题明显改善。值得一提的是，现代科学研究也在关注生姜对减肥的作用。一项发表于2019年的综合分析汇总了多个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持续摄取生姜的受试者平均体重和腰围降幅比对照组更大，并伴有血脂血糖指标的改善。虽然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但这至少证明了生姜的减肥潜力确实存在。当然，要发挥这种潜力仍需长期坚持，加上其他健康生活方式配合，切勿期望单靠生姜瞬间瘦身。总的来说，生姜对瘦身的作用或许算不上疾风暴雨式的剧烈，但也是润物细无声般的多管齐下，一点点提高代谢，一点点抑制食欲，暂时甩掉水分，改善肠胃功能。别小看这些微小变化，积少成多，1个月下来，也许就能累积出令人惊喜的成果。正如一句话说的，减肥没有神丹，只是巧借东风。生姜或许就是那股轻柔但持续的东风，助你推动燃脂的小船前行。说完了姜，别忘了我们汤中的另一位主角鸡蛋。许多人一听鸡蛋减肥，脑中冒出的第一疑问可能是，鸡蛋不是胆固醇很高吗？减肥能吃这么多蛋吗？事实上，鸡蛋这几年可算是频繁遭雪了。过去大家谈蛋色变，担心吃蛋发胖，胆固醇升高，但新研究表明，适量吃蛋不仅不会让你发胖，反而是很多减重饮食中极力推荐的优质食物。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高蛋白、强饱腹、低热量。一颗中等大小的鸡蛋大约含有6到7克蛋白质，还有少量健康脂肪，总热量仅约70到80大卡。这点热量相当于半碗白饭不到，但蛋白质含量却极为可观。蛋白质是什么概念？我们日常3大产能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中，蛋白质的饱腹效果最强。吃下一样热量的蛋白质，比吃同热量的淀粉或脂肪更有饱足感，饿得没那么快。同时，蛋白质还有很高的食物热效应，也就是说，我们在消化蛋白质时会消耗更多卡路里。据估计，蛋白质的热效应约为 20% 到 30%， 远高于脂肪约 5% 和碳水约 10%。 换句话说，吃蛋的热量有一部分直接被吃掉了，用于消化吸收过程，这对减肥无疑是额外的加分。更妙的是，鸡蛋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素，别看蛋小，里头可是浓缩的生命胚芽，富含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如维生素 A、D、B 群、磷、硒等等。一项减肥计划中，如果只顾着少吃，很可能营养不均衡，导致皮肤粗糙、精力下降。但如果食谱里有鸡蛋这样的营养弹药补给，身体状态会保持得比较好，不容易因营养不良而中断减肥。谈到鸡蛋，不能不提它的一个秘密武器——胆碱。胆碱是一种对脂肪代谢非常重要的营养素，能帮助肝脏将脂肪转运出去，预防脂肪在肝脏堆积，可降低脂肪肝风险。而鸡蛋的蛋黄就富含胆碱。很多人有肚腩的，同时也有脂肪肝或代谢症候群问题，适量吃蛋黄，摄取胆碱，反而有助于脂肪代谢顺畅，从健康角度也是一个加分。有人可能要问，那蛋黄不是有胆固醇吗？确实，蛋黄胆固醇含量不低，但近年的研究发现，食物中的胆固醇对大多数人体内胆固醇水平影响并没那么剧烈。相反，如果为了减肥一口不吃蛋黄，反而损失了胆碱这样的重要营养，得不偿失。因此，一般健康成人每天吃1到2颗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运动量大的人吃更多也很常见。在我们这个姜蛋汤偏方里，每天1到2颗蛋的量也在安全范围内，不必过于担心胆固醇问题。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鸡蛋在减肥界的辉煌战绩。曾有研究比较以鸡蛋为早餐和以同等热量的面包为早餐对减肥的影响。结果显示，吃鸡蛋早餐的一组，在接下来一整天自发摄入的总热量更低。简单说，就是因为早餐有蛋够满足，他们午餐和晚餐吃少了。此外，经过大约2个月的持续观察，吃蛋早餐组的平均减重比起吃面包组多出了约60%以上。换算成果就是，原本比如减了2公斤的，吃蛋那组能减掉 3.2 公斤左右，这个差距相当惊人。而他们除了早餐内容，其他饮食是一样的。可见仅仅调整一餐，用高蛋白低碳水的蛋替代精致淀粉，就能大大提升减肥效果。难怪现在从健身人士到减肥门诊医生都常建议多把水煮蛋白列入减肥菜单中。坊间甚至流行过蛋及素减肥法，有人连续几天几乎只吃鸡蛋，体重果然迅速下降许多。虽然这属于极端做法，我们不鼓励这样节食，但它从侧面印证了鸡蛋在抑制食欲和控制热量方面的确功不可没。还有不少健美运动员、健身达人每天摄入大量蛋类，比如一次连吃5-6颗水煮蛋的蛋白，只为补充高蛋白而不增加过多热量。他们能维持低体脂又肌肉结实，蛋的功劳不可谓不大。鸡蛋还有一个好处，保护肌肉。减肥时，我们希望减掉的是脂肪，而不是宝贵的肌肉。可要是营养跟不上，身体很可能把肌肉蛋白也分解掉当燃料，结果人瘦了，体脂率却不降反升，得不偿失。蛋白质摄入充足，可以在热量赤字时减少肌肉流失。鸡蛋的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人体利用率很高，是维持肌肉量的极佳来源。所以喝姜蛋汤瘦身有点类似高蛋白饮食的效果，脂肪在燃烧，肌肉依然结实，基础代谢率就不会掉得太快，减肥也更容易长久。综上所述，鸡蛋在我们这款减肥汤中扮演着饱腹和营养守护者的角色，
它让整碗汤更有料，让喝汤的人不至于饿得饥肠辘辘，还给身体补充了重要的养分。可以说，生姜是进攻手段，加快燃烧和消耗；鸡蛋则是防守后勤，减少饥饿和营养流失。两者一攻一守，配合得天衣无缝。理解了姜和蛋各自的优势，我们再来看看把它们放在一起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或许有人会想，我直接喝姜茶配水煮蛋，和喝这碗汤有区别吗？理论上，分开吃也能摄取到姜辣素和蛋白质，但组合成汤有几个独特的好处。首先，热汤形态更易于吸收，姜的有效成分需要溶解释放，而煮成汤能让姜辣素充分进入液体中。一碗热乎乎的姜汤下肚，比起干嚼姜片，对胃的刺激更小且吸收更快。同时，热汤能提高核心体温，喝汤后身体微微冒汗，就是代谢被激发的信号。相比之下，如果只是配杯冷水吃姜，这种全身暖化的效果就差了许多。其次，汤里的水分有额外的保护作用。减肥时有个诀窍，多吃高容积、低热量的食物，例如汤、蔬菜、水果等，因为它们水分和纤维多，占据胃部空间却不含太多热量。我们的姜蛋汤本身就含了约半升的水，加上蛋花漂浮其中，喝下一碗肚子就明显有充盈感，这有助于降低随后进食的欲望。如果你把姜和蛋分开干吃，没有水分，饱腹感会大打折扣，可能还得另外喝水呢。再者，把姜和蛋一起烹调，味道更佳，利于长期坚持。姜的辣对不少人来说空口吃难以下咽，但姜蛋汤因为有鸡蛋的柔和口感，中和了辛辣，又加了少许盐提味，整体是鲜香的。美味在减肥中其实很重要，太难吃的东西让人产生心理抗拒，就无法长久遵循。而姜蛋汤在许多尝试者的评价中，味道是合格甚至受欢迎的。这意味着你比较容易每天或经常喝，不会3天打鱼2天晒网。最后，姜加蛋的组合还有一些潜在的协同效应值得一提，比如姜温热刺激血液循环，理论上可以帮助运送更多氧气和营养到肌肉，配合蛋白质的作用，也许能让身体更有效地修复组织，增强代谢。另外，鸡蛋富含的维生素 B 群是参与能量代谢的重要辅酶，而姜汤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内环境，让身体各种代谢酶的活性更高。这些细节科学上还在研究，但我们可以从宏观结果上看出端倪。姜蛋齐下确实比单用某一种时效果更全面。简而言之，姜加蛋就像减脂战场上的双人搭档，一个负责燃烧突击，一个负责补给防守。如果光有姜，可能敌人火烧不尽，战士自己也饿得撑不住。光有蛋，补给虽好，可缺少攻击火力。而两者合体，既能点燃身体的燃脂引擎，又能让你不感到挨饿，稳稳地打完这场仗。可以说1+1远远大于2。不妨让我们脑补一幅有趣的画面，夜深人静时，你腹部的脂肪细胞们正懒洋洋地堆积着一天剩余的热量，仿佛在肚皮下开着庆功派对。忽然，一股温热的液体倾注而下，你喝的姜蛋汤仿佛奇袭部队杀到，姜辣素带来阵阵热浪，身体温度上升，脂肪细胞们惊慌，不好，气温升高了。部分脂肪开始被迫分解燃烧，同时汤中的蛋白质化作援军，修复着肌肉，并告诉身体营养充足，不用再囤积脂肪了。如此每晚一碗汤，这场针对脂肪的小战役日复一日的进行着，渐渐的，脂肪大军真的兵败如山倒，腹部赘肉也一天天缩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姜蛋汤具备助攻减肥的诸多好处，但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真的能1个月消灭大肚腩吗？是传说还是现实？让我们冷静分析一下效果和期望值。首先，假设你按照秘方，每天或几乎每天喝一碗姜蛋汤，其他生活习惯不变，会怎样呢？从姜的作用来看，你每天可能多燃烧几十卡路里的热量。别小看每天额外消耗的50卡，一天节省50卡，1个月就是1500卡，相当于减少了将近 0.2 公斤的脂肪储备。听起来不多，但这是在你几乎不费力的情况下自动多消耗的。另外，
将让你食欲降低一点点，或许每天也少吃几十到100卡，比如少喝了一瓶含糖饮料或少吃半包零食，再加上将驱除水肿带来的体重变化，前1-2周你可能就感觉体重秤上的数字有了些微下降。接着鸡蛋汤的饱腹感让你无痛减少了一些热量摄入，很多人反映喝了姜蛋汤后，晚餐或宵夜吃的东西自然变少，因为肚子不那么饿了。如果你原本晚上会吃一包洋芋片当零食，但现在用这碗汤取代了，那每晚至少减掉200-300卡的额外热量。1个月下来，光是少吃零食这一项就可能减掉约1公斤的体重，而这主要是靠鸡蛋提供的饱腹感达成的。再一方面，假如你的大肚腩部分是气和水撑出来的，那姜蛋汤的确会很快让肚子看起来小一些。许多人喝姜汤后排汗排尿增加，胃消化加快，几天之内腰带就能紧一扣，这未必是真正减了很多脂肪，但视觉效果上肚子没那么圆胀，整个人清瘦了一点，这对士气是极大的提升。综合以上，每天1碗姜蛋汤轻轻松松帮你减少了额外摄入，增加了消耗，又消除了虚胖因素。1个月的时间，如果配合正常的饮食节制，你的体重下降2到4公斤是相当有可能的。这对身体负担小又比较健康的减重速度，可能你会好奇，这1个月里身体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可以粗略分成几个阶段来感受。第1周，姜汤驱走体内多余水分，体重略有下降，大肚腩不再那么胀鼓鼓，精神上也因暖身而稍振。第2周，消化改善，排便顺畅，体重开始真正减轻一点，或许掉了半公斤脂肪，腰围也微不可察的减少。第3周，姜蛋汤的作用累积，让你的基础代谢变高，食欲更容易满足。此时若配合均衡饮食，减重进度加快，腰带可能已经能扣紧一格。第4周，你的身体适应了健康的新习惯，总共减去几公斤体重，腹部赘肉明显比一开始少了1圈。当然每个体质不同，这只是大致趋势，但相信只要坚持下去，1个月后你一定能看到和感受到积极的变化。当然也有一些尝试者回报说效果不明显，那可能是因为他们本身食量并没有因此减少多少，或者周末暴饮暴食抵消了姜蛋汤的作用。毕竟再神奇的姜和蛋也抵挡不住暴吃炸鸡、蛋糕的热量轰炸，所以如果有人一边喝姜蛋汤，一边3餐大鱼大肉外加甜点零食，那1个月后大肚腩依然还是在，也是情理之中。姜蛋汤不是灵丹妙药，它更像一个辅助工具，帮你轻松一些地达到热量负平衡，但本质上减肥的黄金定律，摄入小于消耗仍然不可违背。另外，减肥无法精确指定只瘦某个部位，所谓瘦肚腩其实是整体减脂的结果，只不过腹部的变化最引人注意罢了。只要全身脂肪逐渐燃烧，腰围迟早会跟着缩小。别着急，大肚腩并非不治之症，只要全身一起努力，将军肚也有缴械投降的一天。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肚腩长成啤酒肚也不是一夜之功，想一扫而空还得给身体时间。比较现实的期待是1个月后肚腩明显缩小了，但还没完全平坦，接下来只要继续好习惯，多给几个月，你终将重回小蛮腰。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姜蛋汤的饮用时段。有人习惯早上空腹喝1碗，觉得整天胃里暖暖的，食欲没那么强。也有人偏好晚上喝当宵夜，把原本高热量的零食换成姜蛋汤，既有仪式感又不怕发胖。其实饭前、饭后、早上、晚上，只要你觉得舒服，都可以安排姜蛋汤上场。例如饭前喝半碗可以垫胃，减少正餐进食，晚上看剧时喝1碗则可以打发嘴馋又助眠。选一个你最容易坚持的时段才是最适合的安排。此外，坚持每天为自己煮1碗姜蛋汤，这种健康的小仪式还有心理层面的益处，它提醒着你正在努力改善生活，于是潜移默化中你会更加自律，看到姜汤便会告诫自己少碰零食，多走几步路。这种积极的暗示和仪式感能帮助你把减肥之路长久的走下去，而不会3分钟热度。毕竟减肥不仅是生理变化，
更是生活态度的转变。有了姜蛋汤这位每日相伴的良师益友，你更容易保持决心，最终战胜大肚腩。聊了这么多好处，我们也要提醒一句，即便是天然食材的偏方，也不代表人人合适，毫无禁忌。我们在尝试生姜鸡蛋减肥法时，有几点注意事项需要牢记。其一，避免过量摄入，再好的东西都要有度。每天1碗姜蛋汤的姜用量大概在5到10克新鲜姜，这个量通常不会有问题，但切记认为多多益善，把姜当饭吃。过量食用生姜可能导致上火症状，比如口干舌燥、喉咙痛、口腔溃疡等，甚至会刺激胃部，引起胃痛。此外，空腹时不建议大量饮用浓姜汤，否则辛辣刺激会伤胃，最好在饭后或2餐之间饮用，让姜汤温和的发挥作用。鸡蛋的话，每天1到2颗也足够，不需要弄个10蛋大补汤。蛋白质摄取过量可能增加肾脏负担，也不是越多越好。其二，特殊体质慎用。生姜属于辛温食物，有些人平时属于阴虚火旺体质，也就是说容易口干舌燥、爱长痘、动不动上火。这类人若长期大量吃姜，恐怕是火上浇油，可能冒痘或流鼻血，甚至失眠。所以这类人减肥更适合温和清淡的办法，姜汤可以偶尔喝，但不宜天天喝。相反，体质虚寒、手脚冰冷的人喝姜汤就特别合适。还有一类是胃部有溃疡或严重胃酸逆流的人，生姜对胃黏膜有刺激，不建议饮用，以免加重不适。如果真的想试，可以将姜量减到极少，并且不要空腹喝。另外，孕妇常用姜汤来缓解孕吐，少量饮用一般是安全的，但若想用于控制体重，一定要咨询医生，毕竟怀孕期间减重必须格外小心。其三，配合健康生活。前面我们详细分析了姜蛋汤本身不是什么减肥魔法，而是一个助力工具，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喝了姜蛋汤就放松对饮食的控制和运动的锻炼。相反，你应该把它视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例如，把姜蛋汤安排在容易暴食的时段，代替高热量食物，如宵夜时间、下午茶时间，或者饭前喝半碗垫垫胃，避免正餐吃太多。再比如，搭配运动一起进行。有些人喜欢在运动前喝姜汤，感觉浑身暖起来后去运动出汗更多。运动后补充1碗蛋白质丰富的蛋花汤，则有助于肌肉恢复。这些都可以尝试。当然，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蔬菜水果的摄入等，依然是减肚腩的重要法宝。姜蛋汤相当于给你上战场前发的一把锋利匕首，但你手里最好还拿着主武器去作战。匕首只能帮助你更快得手，却不能单枪匹马挑落整个敌军。其次，观察自身反应，每个体质不同，对姜和蛋的反应也不同。如果你喝姜蛋汤后感到任何不适，比如胃部灼热、腹痛、明显心悸等，应该立即减量或停用，看看症状是否缓解。通常正常用量不会有大问题，但身体自己发出的警讯最可靠。如果停止后症状消失，那可能说明姜蛋汤不适合你的身体，需要调整策略或改用别的瘦身方法。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千万不要为了减肚腩而让身体受苦。回顾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比起那些虚幻难行的减肥偏方或者昂贵劳累的瘦身手段，生姜配鸡蛋的确是一个平时有效的小妙招。食材平凡却蕴含玄机，做法简单却涵盖营养，既不会让你饿肚子难受，也不必花大钱吃药或买仪器，就能潜移默化地帮助你减脂。优势如下：促进代谢燃脂，生姜提高体温和血循环，轻微增加热量消耗，加速脂肪分解，抑制食欲摄入。姜的辛辣降低饥饿感，鸡蛋高蛋白带来饱足，让你自然而然少吃，提供营养支持。鸡蛋富含蛋白质和多种营养，减肥不缺营养，不易感到虚弱疲惫，简单方便持续，食材便宜易得，做法快速，味道鲜美，让你容易长期坚持而不觉痛苦。总的来说，生姜搭配鸡蛋确实对减掉大肚腩有帮助，但这并非玄幻小说里的灵丹妙药，而是建立在科学原理和生活常识基础上的一个小妙招。它的神奇之处在于操作简单又平民，
却能从多方面细微地改变我们身体的能量平衡，朝着减脂的方向倾斜。1个月坚持下来，很多人会看到初步的成果，而这成果又会反过来激励我们继续保持良好习惯，形成正向循环。当肚腩缩小时，不仅穿衣镜头更好看，你的健康指标也会悄悄地变好。内脏脂肪的减少可以降低许多慢性疾病的风险，整个人会感觉更有活力，这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当你的大肚腩成功消退后，也别忘了继续保持这份健康的生活方式，偶尔大餐放纵后，不妨连续几天喝姜蛋汤来调节平衡，避免脂肪卷土重来。只有把良好习惯融入日常，你才能真正跟恼人的肚腩说再见。减肥是旅程，而非终点。生姜鸡蛋汤可以是你旅途中一个可靠的同伴，给你温暖与助力，但真正驱动你一路向前的，还是内心对健康的渴望和良好习惯的坚持。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善用这些平凡又奇妙的小方法，轻松甩掉大肚腩，收获轻盈健康的人生。加油！期待1个月后更轻盈的你，迎接全新的自己。